我們持續要來關心到的是，中俄現在聯手對日本發動了海空的夾擊式威嚇之後，《華爾街日報》這邊又爆出了一個最新的解析，說如果接下來北京決定攻台，那麼解放軍會採取的3階段攻勢。今天就這些議題帶觀眾朋友來特別的做關心，有沒有可能祭出中國大陸的東風快遞呢？好，來看到的是今天的3個我們要來討論的話題。首先，中國大陸的攻台3階段曝光了嗎？包括了東風17跟東風26被視為是可能會來使用的武器，組成多軌機高超音速的導彈雨。美日防空能夠撐住第一波的打擊嗎？第二件事情是昨天的一個最新的新聞，是日本打造的飛彈群島要來對抗包括了中國大陸跟俄羅斯嗎？在這邊建的160座的島嶼全部都給它武裝化，是第一島鏈的新盾牌，還是可能成為這個北京東風飛彈的固定箭靶呢？最後，我們今天也會來關心到的是，大陸當時殲15不是視距外鎖定了 F-15嗎？當時去查了一下，到底怎麼一回事？那確實現在看起來，日本的戰機還沒有看到敵人，就已經被瞄準了30分鐘。空優現在是屬於在解放軍這邊的勝過日本嗎？今天都會就這些議題來一起做關心。我們趕快看到，如果這是《華爾街日報》報道的，他說，如果北京決定攻台，解放軍會採取的3階段攻勢當中，因為它有3個階段，但是我們今天會特別討論到的其中一個階段，就是他提到說，中國會對日本還有關島等第一島鏈的軍隊發動來自於飛彈的一個攻勢哦。那麼其實呢，麻省理工的專家這邊也特別做了一些解讀，他說中國的飛彈有一些優勢，包括不僅是數量很多，而且種類非常的多，美軍的防禦系統呀要小心來應對了，因為它的飛彈有不同的軌跡、不同的方向、速度跟類型等等。第一波還可能會遭遇到北京的東風17，而且最致命、該擔心的就是來自於東風26飛彈的一場攻擊。好，節目一開始要請教艦長，怎麼看了這些飛彈攻擊到底有多難應付？東風17跟東風26剛剛提到的2款飛彈，為何會在這個時候被媒體特別點名？艦長怎麼看？首先我要說，我這一輩子就是軍人嘛，就在研究解放軍。那最近我覺得兩岸局勢越來越緊張，所以我現在花了很大的精神在研究兩岸如果打起來會怎麼樣。那我今天听到這個《華爾街日報》這個，我跟你講，他的話絕對不要信。如果未來的武統是這個樣子，我保證你不會打。為什麼？北京不會這麼笨，還先去打日本，還先去打美國，這個他傻瓜他。他如果發動武統，他一定是速戰速決。記住，他已經認為他可以速戰速決。那他能不能做到速戰速決是兩回事啊。就他一定是我計劃的時候，我覺得我很快結束，我怎麼會讓別人介入呢？我怎麼會去打別人，讓人家來打我？這是不可能的事。這是第一個。第二個，至於你說了這麼多武器啊，問我真的是問對了，因為我這一輩子我在海軍的專業就是戰鬥系統。那很多的時候，你有沒有聽到說這各種的飛彈的射程，比如說攔截率是7成啊，千萬不要相信軍火商這些數字啊。那我跟你講一型飛彈的，它的7成是怎麼來的？因為他研發完畢，這一發飛彈去試射，你知道吧？除了試射他這一個之外，還有對方的飛彈打出來，那一次不曉得花多少錢的。你以為他能夠打700發？沒有，大概就3發。那他們這個3發打的時候，中2發是不是他命中率就是66.6666666，四捨五入，他們一定四捨五入不會刪掉的，所以就叫做7成，知道了吧？那這個7成呢是怎麼打的？我今天在這裡，我準備要打這個東西，對吧？我在這裡準備好了，我知道開始倒數計時，那裡3、2、1發射，我在那裡發射起來，這過來，我已經知道這樣，那過來我再去打它。這個就是一個叫做什麼樣的？就是我們這次考試，我先把題目給你，回家準備一下啊，這就是這個樣子，然後你完畢之後這樣打。你認為戰時會這個樣子嗎？打仗的時候哪裡發射？什麼飛彈？怎麼過來？通通不知道啊，可能在你睡覺的半夜打過來，所以你知道實戰的時候，他那個命中率是遠遠比那個低的。那如果說像這次他說的這麼多東西這樣去打這個美軍啊，如果他真打的話，我可以告訴你，根本沒有辦法去反應，幾乎是攔截不了。至於他為什麼說東風26、東風17，因為這2型飛彈是專門打中距離的。像東風26叫做那個關島快遞，剛好打它。那它是一個從外太空打下來的，最後能夠變軌。如果你知道，如果你懂軍事、懂這些科技，你知道一個變軌就是它幾乎打不到了。為什麼？所有的攔截就是一個棒球，我這樣一丟，棒球你看它上升，你就知道哪裡落了嘛。落下來的那裡就在那裡等着它。可是它如果過程中間
有一個鳥或者抓了這個棒球這樣子晃一下呢，你就抓不住了，你知道？這就是變軌。那東風17啊，比變軌還厲害，而且他打得更精準，所以你就知道這兩個東西都是他提出來說，這是如果我們第一島鏈、第二島鏈可能碰到的，那這些東西基本上我們是攔不住的。那他說了半天，其實告訴大家一個事情，就是說我們美國不會管這個事情的，因為我們沒有能力，好吧？好，這個是來自於美國《華爾街日報》，針對如果解放軍可能做攻擊的話，他釋出了3階段，他認為可能作戰的方法。那另外一方面，這個是一個假設而已，但是實際上我們來看到日本的軍事擴建卻是實的，真的正在進行當中，而且呢，正在進行的是40年來最大的一次軍事建設。首先，這個是最新消息，在台灣的周邊的一個地方，沿着琉球群島延伸的這個飛彈群島，它把它建起來了。會接下來有160個島嶼組成的琉球湖線，在這邊建什麼呢？反艦飛彈陣地、雷達塔、彈藥庫跟電子戰的設施，其實不只是這樣子而已。剛剛說了40年來最大規模的軍事建設，還包括了哪一些？看到了，在離台灣只有110公里的這個地方，與那國島在這邊建的是電戰部隊，再加上反艦飛彈。持續來看到，包括了台灣附近的這個石垣島、宮古島，在2023到2024其實就已經完成了反艦飛彈的陣地了。沖繩早就已經有美軍的空陸的海陸基地的多層部署了。那麼九州也有 F-35跟長程飛彈等等，可以看到一個大的弧形哦，在這個第一島鏈這邊都已經建好了最大的一個軍事建設。所以接下來我們要請聶老師帶我們看了日本打造的飛彈群島，真的能夠應付來自於中俄的海空飛彈嗎？這些設施會不會成為中國大陸東風快遞的箭靶？你有怎麼看 ？OK， 我想我們的對岸中國呢，從這個經濟開始呢，這10年的經濟2位數經濟成長，外匯存底賺足了世界貿易財之後，他們開始大力的扎大經濟一體計劃，在2014年，然後他們的科技突飛猛進，也是這個輔助了他們的軍事航太，全部一直真是飛躍的提升。那當一個他們有可能對這個日本也好，或背後的美國也好，有威脅的這個國家，他們必須很快做動作。那這個都是不久的事情。那川普其實2016年上來，這個與那國島的這些所謂的飛彈群島是在那時候建的，就2016年，而且已經建設了230人在上面哦。你現在講的這個電子戰呢，會有另外的30人上去，也就是他要擴大規模做未來大家就電子戰嘛。好，不管怎麼說，它整個你剛剛講的後來的好幾個島嶼，全部把它做成了一個叫做飛彈群島。那當然，這個可能以前這都屬於這個所謂日本的西南諸島之類的，它把它變成就是要圍堵，等於是對岸的崛起。當然就會有一個所謂的很清楚的，就是對中國也好，或最近講中俄的它的這個聯合的軍演這樣的一個協防也好。不過我現在要講一個，就是日本到底是什麼樣的國家？戰敗之後很清楚，從聯合國26國宣言開一直講說，你們戰敗國未來就是要被獻武的，你們是一個只有防禦性武器的國家，不能有攻擊性。他現在做了很多東西，越來越像攻擊，甚至就是攻擊性的這個規模。你買了美國的F-15，還有 F-35等等，你不是就準備要攻擊？這是不對的。從聯合國協商，當然從某個角度，聯合國當2戰之後也很久了啦，已經超過80年。或許我們說啊，這世界已經過去了，而且他們的就是他們的敵人，中國對手越來越強，他們必須這樣做好，用美國的 support。但現在重點就在，可是你這樣強，你有用嗎？就像這次歼15和 F-15的對峙，像這個電影這個上演一樣，你不覺得對岸它其實強中它還更強嗎？好，那不管怎麼說，我現在重點就空海陸，從任何角度你都會發現，你從戰機的比例，你看4代戰機，你看中國怎麼才開始，5代戰機不管殲35、22，還有6代成飛的殲36也已經試飛了，然後殲50這個審飛也都準備然後逮捕要出來哦。美國現在6代戰機都還很擔心了，波音的這個F-47都不知道還要弄多久。現在也就是他們必須要做這些動作，所以你才會發現從2016、2023、2024他們必須建制。當然美國當然他軍事也可以賺點錢，就當然也知道日本我就 support 你，但重點就是到底這些威脅對岸有沒有威脅？當然會威脅到，就是他可能要花更多的力量來跟你對峙。不過從軍事實力來講，我們可以看得出來，這背後有一個很重要的東西。我們講空海陸或者各種東西之外，最後有一個很重要的東西要 back up。我們不能否認，日本過去是一個科技強國，也是一個資本大國。對，70年代、80年代，你的電器、汽車都很強。對。可是你知道，中國在2014年、
年2023年所丟的大基金1期、2期、3期計劃，從 AI 5G 先到6G 到它的半導體晶圓，你知道這國家花了多少錢？你知道他們的制造業是全國布局的。美國的科技只有在矽谷，很多很優秀的人去創新，搞那個都，而且是民間企業搞創投，把東西一個一個扶持起來，甚至支持了軍事國防。但是還要民間跟國家還會有些爭議，像 Elon Musk 跟川普也會分離啊，也會吵。中國不一樣，它是全國扎這個基金計劃，而且每個地方都有，制造業 spread out 非常普遍。更重要的是，它科技每個地方都有，從安徽到貴州到哪裡都有。你知道它科技已經定不到，你知道到中國去看，所有東西都是科技化。重點是軍事實力，未來也是科技。你今天再強，你知道嗎？它背後在不管你的飛機的這個性能或者我們看到很多戰爭都一樣，光結實去打那個陣風，你就知道都是因為他們所有的精準定位。我再講一下，我很早期就在另外一台講過一個，就是當時啊，在數年前7、8年前嘛，中國就開始丟東風15，就從青海還有浙江同時一地一時發射，就瞄一個島嶼是。同時定點着落，一時一地發行，這就有後面的這個科學精準。那我先講這，我再回講一下2022年8月2號發生什麼事。Nancy Pelosi 來台灣，8月9號他們做了什麼事？就是6區經驗，1、2、3、5、6、7，什麼動作？東風15鎖定它的點都很準，講不好它折1點，折2/3等等都打到所有城市了。台灣也沒有預警，他們當時就很講。這是東風15而已，我們東風17下去，你擋到了，你這次都沒有預警到。我東風17強尾蛇的去，你根本沒有辦法攔截到。也就是說，實力來比的話，他們做這些東西真的打起來可以撐一陣子，當然可能就不是1、2個禮拜，可能撐幾個月，最後會更慘。所以我覺得以實力來講，我們講真的潛在海中的龍，那真的一翻身他們會怕，就叫東風快遞，也就是東風，他們這麼多型東風，這一打下去，我覺得。這些群島可能都沒有用，不過他們放在群島中打掉就算了，因為這都是小島嘛，也沒有打本土。但是真的打了以後，本土一樣會受傷啊，對不對？好，聶老師幫我們特別講到了在這個軍事實力上面的比較，不管是在飛彈上面的比較，或者是在空中戰機，我們要來看到它的一些系統，到底中日之間誰比較占有空優？是解放軍嗎？因為呢，其實之前我們不是討論過嗎？這個日本政府日前是針對了大陸的歼15用火控雷達去鎖定這個日本的 F-15戰鬥機的事件，於是他們就討論，總共是召開了2次記者會，想要知道說，到底是怎麼樣被鎖定的？那是在多遠的距離外日本的戰機被鎖定的？到現在都沒有一個結論。但是呢，來自於媒體共同社自己做爆料，他說中國戰機啊，他預估可能是在50到100公里外就已經把日本戰機給鎖死了。他說第一次可能是50公里外鎖死日本戰機的，那第2次可能是100公里之外。那佳能也這邊做了一個分析，他說以歼15雷達探測的距離，他預估是可以達到170公里的。日本自衛隊的 F-15的這個探測距離只有100公里。換句話說，結論他認為是非常殘酷的。日本戰機可能都還沒有看到敵人，就已經被大陸鎖死達到30分鐘了，有沒有可能？幹哥怎麼看？我想他這個是數據是可信的啊，也可以當做參考。為什麼？因為豐村健司啊。他是非常知名的佳能戰略研究所的主任研究員，他不會這樣子信口開河，而且這次不是由中國方面自己單方的吹噓，是日本自己的學者講的話，那你是不是應該要把它當做一個重要的參考呢？豐村健司說，我們不知道哈，當一個1970年末期的設計，講的就是 F-15戰鬥機，它仍然是這個在我們現在就是說在世界上面。一流的戰鬥機，雖然它的已經是50年前的老設計了，可是說一句實在話，它仍然是在這個世界上面非常知名啊。為什麼呢？因為它的戰機都是以色列打給你看，以色列用 F-15打遍天下無敵手，所以日本、以色列跟韓國這3個國家都是以 F-15英式戰機作為他們的主力戰機。可是豐村健司他今天提出來一個很重要的觀念，就是說，原來 F-15的 APG 雷達。它好像已經隔了一個世代了，它沒有跟着上來。其實美國對於雷達的更新是非常重視的，他手下的 F-35、F-22、F-15這些飛機，甚至 F-18，你都要迭代的，你都要不斷的更新，5年到了更新，10年到了更新，但日本不見得做得到。所以日本它现在 F-15身上的這個雷達到底能不能夠偵測到100公里以外的東西，是一個問號。防衛廳不會告訴你實話，當然中國這邊也不會跟你講實話，因為豐村健司說，這
這個歼15已經可以到了這個170公里，所以很可能雙方在 F-15跟歼15，知道吧？在接觸的时候，他們很可能是什麼？很可能是中共的飛机早就已經發現你了，在170公里之外就發現你了，因為它的雷達可以看那麼遠。結果 F-15只能夠看100公里，這中間有30分鐘的差距。其實我覺得30分鐘是一種誇大，不會那麼久。但是意思是說，我先看到你，在空戰中，我先看到你就贏了，就贏一半了。只要我先看到你，哪怕是10秒，我就打贏你了。所以他這個學者提出來的憂慮就是說，我們的雷達是不是落伍了 ？F-15號稱當年是上帝的坐騎，什麼叫上帝的坐騎？就是說。沒有人打贏了，沒有人可以打贏我，然後去把它履行實踐的叫以色列空軍，打遍貝卡山谷，然後整個中東沒有一個國家，敘利亞、伊拉克沒有一個人敢跟以色列打。現在日本也是這個飛機到底打得贏打不贏殲15或殲16，變成日本的憂慮。我認為說他這個時候提出這個問題來非常適合，也就是說，未來中日之間的空中平衡是不是它的傾斜已經真的導向另外一邊，而不再是日本這邊了。好，謝謝乾哥。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来。地緣政治、美中之爭、戰略價值、強權崛起、小國生存，現在與未來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脈動，全球觀點盡在環球大戰。